手机充电器究竟能不能长时间插在插座上？对于这一问题，网友们一直都是吵得不可开交。不过争了这么久，官方回应终于来了。这里是知识 TNT。有人认为手机充电器就应该在充电的时候才插上，不用的时候就应该拔掉，这样不仅安全，而且还能够保护充电器，延长它的使用寿命。但是有人就对此持有反对意见，认为现如今的手机充电器不工作的时候，功耗相当于零，并且就跟电脑一样，只有一直插着充电器才能够提高它的使用寿命。这还真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对于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不拔好不好这一争论，官方给出的回答是不好。原因是即使充电器不连接手机，它也会一直工作，这样长此以往会造成内部电子元件的老化，甚至会发生短路的现象。不仅不会延长充电器的寿命，而且还会缩短。除此之外，还容易引起发热，在安全隐患上也存在问题。看到官方的这一回复之后，众多习惯将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的小伙伴们可要注意了，可不能再因为贪图方便就一直将充电器插在插座上了。除了这一争论之外，官方还对手机充电的其他争论做了回复，其中有几点一定超乎你的认知。要想知道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会引起怎样的危害，首先第一点，也就是咱们最关心的一点，那就是安全问题。如果充电器不是原装的，是自行购买的劣质充电器的话，由于充电器自身的发热就比较严重，再加上天气炎热等外界因素的影响，就会产生自燃自爆的可能。近年来，由于手机充电引起的火灾事故可谓是屡见不鲜。近日，在江苏盐城发生的一起火灾中，经过鉴定后发现是由于户主上班前忘记拔掉手机充电器所致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现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除了自燃自爆的隐患外，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还会造成哪些危害呢？从手机充电器的使用寿命上来说，虽然有人一直认为手机充电器在不充电的时候功耗几乎为零，不过这一观念却是错误的。充电器由电子元件组成，长期插在插座上，即使不充电的情况下，也会一直有微电流通过。长时间这样的话，容易造成电子元器件的老化，也就是缩短充电器的使用寿命。并且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，长时间还会引起发热现象，甚至会发生短路。这也是充电器长时间不拔容易造成火灾的原因。除此之外，从节约能源的角度上看，虽然有人认为充电器不拔，那怎么着也浪费不了多少电呢？是一个人一部手机肯定是浪费不了多少电。有人专门做过类似的实验，实验结果证明，当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不拔的话，一年会浪费 1.5 度电。一个人一部手机浪费 1.5 度电，那么100个人、10000个人、1亿人呢？这样算下来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养成充完电就将充电器给拔下来的好习惯，这样一年下来，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给国家省下上亿千瓦时的电能。从节约能源的角度来说，直接省下来1个亿。综上所述，无论是从安全角度，还是从延长充电器的使用寿命这一角度，还是从节约能源这一角度来说，将充完电的充电器给拔下来，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。如果嫌麻烦的话，可以买一个带按钮的插座，这样当充完电的时候，就顺手将按钮给按一下，给充电器的电断了，这样也算是断绝了一个安全隐患。手机充电器到底能不能长期插在插座上？人们对于手机充电器究竟能不能长时间插在插座上争论不休。近日，官方给出了答案，不能，会造成电子元件损坏。那手机如何充电才是最科学、最保护手机电池的方法呢？首先，保护手机电池的最好的一点，那就是只要逮着机会就给手机充电。当代有很多年轻人对待手机充电的态度就是，只有等到手机只剩下1%的电量了，才会开始着急找充电器充电。其实这样对手机电池非常的不友好，会加快电池的损耗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一有机会就充电，哪怕是每次只有几分钟也行。这样随用随充，用零星的时间进行充电，才会更好的保护手机电池。其次，对于网上说的那种给手机深度放电，等到手机电量完全耗尽的时候再充电，这样的方式对于电池的损耗也是很大的。要尽可能的将手机的电池电量维持在一半以上，也就是在 45% 到 75% 之间。这个电量范围能够让手机电池的寿命发挥到最大。如果觉得做到这一点有困难的小伙伴，也可以只遵守上一条，养成随用随充的好习惯就足够了。
最后一点就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这样做，那就是在晚上玩手机，睡觉之前将手机放在床头旁边充一晚上的电。这样的做法，第一是不安全，如果充电器或者手机自燃自爆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第二，这样的做法对手机电池也不好。虽然说现如今手机电池使用的都是锂电池，当充满电之后就会自动断电，但是在充电的过程中反复的充电放电，对于手机电池也会造成损耗。除此之外，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也要尽可能的使用原装的充电器。有人会说，那我充电器坏了，在网上随便买一个不行吗？只要能充上电就可以吧？虽然说理论上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买到了劣质充电器，那么不仅会对手机电池造成伤害，还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，甚至有可能在发生意外之后，想要找手机厂商理赔都无路可走。毕竟你使用的是自行购买的劣质充电器，厂商并不承担这一意外风险。保护你我生命财产安全，延长你我手机电池寿命，记住上面几点就够用了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